一课，当爱变成伤害，认识教会霸凌。教会应该是充满爱与接纳的地方，不是吗？这是许多基督徒的想法。然而，当某些话语变成暗示，某些眼神带着冷漠，某些关心其实是控制时，我们才发现，教会不见得对每个人都那么友善。美玲是一名热心服侍的姐妹，周周参与诗班、主日学，甚至掏腰包支持教会的活动。然而，当她在某次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后，过去对她热情的弟兄姐妹突然变得冷淡，她的建议被忽略，服侍机会被剥夺，甚至开始有留言说她不顺服。美玲心里困惑，这是教会啊，为什么我却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？这就是教会霸凌的冰山一角。当爱变成伤害，当信仰群体成为压迫的来源，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？一、什么是教会霸凌？形式与表现。教会霸凌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在信仰群体内，透过言语、行为操控或排挤，对个人造成心理或情感上的压迫。这种霸凌不一定是大声责骂或肢体冲突，而是以属灵为包装，让受害者在信仰与自尊之间陷入挣扎。一、言语霸凌，爱的名义下的伤害。有些话语听起来是关心，实际上却带着审判。你最近是不是灵性不够火热？怎么变得这么消极？神喜悦顺服，你应该听领袖的话，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爱主，就不会这么计较了。这些话表面上带着属灵色彩，但实际上是对个人意见的压制，甚至让人因不够属灵而感到羞愧。二、排挤与孤立。当你被透明化，当一个人与主流意见不同，或不愿意顺从某些权威时，他可能会遭遇被冷处理。服事机会突然被取消，小组聚会时，大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他的发言，以祷告为名，实际上却在批评他的行为。这些行为会让人感到被排挤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。三、属灵操控，信仰变成控制工具。有些教会领袖会以神的旨意之名，要求信徒完全顺服，甚至不容许质疑。若你离开这间教会，就是离开神的祝福。只有我们的教导是正确的，外面的教会都不属灵。神不喜悦那些批评领袖的人。这样的言论让人产生恐惧，害怕不顺服就会失去神的恩典，甚至导致对信仰的依附，而非对神的真实渴慕。二、霸凌者的心理动机与操控方式。为什么在教会里会有人选择霸凌别人？他们的心理动机可能来自几个方面。一、权力与掌控欲。
有些人在教会内拥有影响力，并希望保持这种地位，因此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试图改变现状时，他们会采取打压策略，以维护自己的权威。2. 宗教律法主义。某些人过于强调律法，忽略恩典，导致信仰变成一种压迫人的工具。他们相信只要符合规范，就是讨神喜悦，反之则是错误的。3. 内心的不安全感。有些人自己内心缺乏安全感，透过贬低或控制他人来建立优越感。他们可能不自觉地伤害别人，因为这样能让自己感觉更有价值。3. 受害者的内心挣扎与困惑。为何信仰群体会成为伤害的地方？许多基督徒在面对教会霸凌时，内心会有极大的矛盾与痛苦。1. 这是教会，不是世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教会应该是爱的地方，但当教会内部出现霸凌时，受害者会感到极大的困惑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。2.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受害者往往会先检讨自己，觉得自己不够顺服，不够爱主，才会遭遇这些对待，导致内心更加痛苦。3. 如果连教会都这样，我还能信什么？当一个人在教会里受到深深的伤害，他可能会开始怀疑信仰，甚至选择远离教会，导致属灵生命受到影响。4. 圣经的智慧，神如何看待这些问题？ 1. 耶稣如何面对宗教领袖的压迫？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，搁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马太福音23章4节。耶稣指出，那些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总是要求别人遵守繁重的律法，却自己不愿意付出真正的爱。这正是今天许多教会霸凌的缩影。2. 神对欺压者的警告。世人哪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神要我们行公义，而不是压迫别人。他要我们存谦卑的心，而不是利用信仰来操纵人。结语：当爱变成伤害，我们该如何回应？当我们在教会中面对霸凌，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人的错误行为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。神是真正的公义者，他看见一切，也为受压迫的人伸张正义。教会应该是医治与爱的地方，而不是伤害人的场域。若你曾受过这样的伤害，愿神亲自安慰你，并带领你进入真正的爱与自由。